好，接着我们要进到第二个证照的题目。那这个证照的题目呢，也是很常考的一题。它是做一个玻璃桌。那这个玻璃桌呢，它的形状呢，就是全部都是圆角的一个图形，然后有4个透明的夹板。那它的圆形的造型呢，这个其实我们之前有教过大家了，我们可以用之前教的技巧来做哈。那可以看到这里是10公分，这里是70公分，这里是10公分，所以总共的长度就是90公分。好，这个是它比较细的一个画面，然后我们把它放大来看。好，它是一个90公分高跟宽的一个造型，然后这里圆角的部分呢是5公分，圆角的部分5公分，然后这里是90度，然后它的 R 就是它的半径是10公分，然后这边是5公分，然后这边是它的底座，然后都圆圆的这样子。好，那这个东西怎么做呢？我的做法跟我的讲义上面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哈，我们就用我们新的方法来做哈。好，一样，我们这边先做一个90乘上90公分的一个，然后往上推。那这边推多大呢？其实无所谓哈，因为我们只要它的一个形状哈。好，那我们就利用这个正方形，就是我们上次有教过大家的，我们做一个倒角，4边的倒角。那这个倒角呢，我用辅助线来做，好，所以我们在辅助线这边拉一条往内5公分，这边也是往内5公分，这边往内5公分，抬头5公分。好，接着在每一个角的部分呢，我们画上圆圈圈，这样子就表示它是半径5公分的一个圆。这边是。好，画完之后呢，我们利用我们的橡皮擦 Eraser 全部把它擦掉。好，只留下我们的这个部分 Ctrl 来往上移动。好。这个就是我们要的一个边框，好，然后为了不影响我们作业环境，我们把这个往下拉。好，接着呢，我要一个1/4半圆，所以我们在这里呢用了一个，这边往内缩5，这里往下缩5。好，利用一个圆形。在这里呢，我们找到我们的1/4半圆，用铅笔把它画起来。这里就是我们的1/4半圆了，好，然后我们要跟上面的这个做结合，所以 Ctrl 从这个角抓到这个角，好，这样就完成了我们之前其实已经要过大家的一个基本在建它的倒角的那种方式了。好，我们利用这个上面的部分呢，来做一个路径跟随，好，这样就完成了我们这个图的上半部的部分。那接着呢，我们要把它往下推。那往下推的时候呢，我们先因为我们要往下嘛，好，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先把它封起来，然后下面这个部分呢，我们其实可以直接 push pull 往下拉。那拉的时候呢，我们大概拉，上面是5公分嘛，所以我们就多40公分，这样子总共加起来就是45公分，然后这是一半的部分，然后我们这里做一个群组 Ctrl 往下拉，
做反转，我们做往蓝轴的方向翻转，然后把两个结合在一起。然后这两个呢，我们就分别做一个分解。分解完之后，中间的线呢，我们就把它删掉。好，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的一个造型。然后用 X-ray 来看一下，它里面是空的，好，所以我们等一下要来处理一下这形状的一个部分。好，我们先给大家练习一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用这种方式来做的时候呢，你可以发现我把整个变成群组。这个群组呢，它是建立群组，它不是实体群组哦，所以这个呢，它就没有办法用我们的实心工具来去做剪的动作。所以这样的方式呢，如果我在切这个面掉的时候，比如说我把它推掉，它就会还有一个面存在在这里，让我非常的不好处理哈。比如说你用delete，它其实也不是太容易做，而且它有面可能会破掉，所以这样的方式呢，不是太好。所以我们回到上动，回到什么时候呢？回到我拖拉的这一块，也就是我们这一块呢，它没有办法直接就是从边边这样子拉，让它空心。我们还是必须要让它是实心的状态下来，往下 push pull 40，我们再把它转成群组，你可以看到这个才会是实体群组。好，所以呢，我们刚刚的直接拖下来的动作是不行的。好，那我们就是透过直接把它中间挖空的那个地方呢删掉，然后让它整个是实心的状态往下。再来就是 M Ctrl 往下做移动，让它做翻转，翻转方向我们用蓝色轴，接着把它画回来。那这两个部分呢，我们就把它 Shift 选它，按右键做一个分解。分解完之后呢，中间的线呢，我们就给它删掉。接着一样把它转为群组，所以可以看到现在呢，它还是一个实体群组，它是可以让我做实心工具的一个动作的哈。那接下来怎么做呢？我们就是要用上面的这个面呢来去挖它的洞，好，所以我们利用这个面 Ctrl C， 在原地贴上，让它 push pull。往下拉，那拉的时候呢，不要拉到最下面哈，我们就拉到这边来，让它剪掉中间的部分 ，push pull 往上拉。好，我们用透视图来看一下，就是我建了一块这一块的板子到这边，好，没有到最下面哦，哈。好，然后，但是我们看一下哈，在我们的图这个地方呢，它是到底的地方。所以呢，我们的好应该 OK 到底，好，所以这里应该 OK。好，可以看一下，因为它这里是10公分。我们的圆角只有5公分，所以等一下上来的这个框框呢，它必须要距离10公分的地方，好，我们稍微记得一下。好，那我们就视窗清掉，这个呢，把它建立群组。现在有这2个群组，2个都是实体群组，这样子就可以用实心工具。我们利用这个呢，做相减的动作，把它从这里剪掉。所以我们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好，那再来呢，这个部分呢，可能就是要稍微来看一下咯。他说要10公分，所以我们从下面的地方往上10公分。来看一下哦，这里是5公分嘛，哈，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地方往上5公分，
我先把这里删掉。这里从这里点进来比较好用哦哈。这里往上5公分，然后这里也是它的圆的部分。5公分。好，我们在切这个框框的时候呢，好，拉到最外面去，在这里。所以看一下它的。10公分，好，往它 push pull 往这边拉，然后把它两边都推过来。好，这个就把它先删掉，要进到里面去，因为它是在里面画虚线的，好，所以我们进到里面来，把这个虚线先画掉。好，这个呢，我们就把它做群组。这个实体群组，这个也是实体群组，所以我们可以这个减掉相减，这个从这个地方减掉，这样。那再来就是从这个地方，一样进到里面来，从这个地方往上5公分。好，一样。这个正方形 push pull 往这边推，这里推，进到里面来，把它的线把它清掉。一样，这个我们来做一个群组。做完群组之后呢，一样可以看到它是实体，它也是实体，所以一样可以让它相减，把这个减掉。好，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的一个框架的部分。好，来自己试试看咯。好，接着我们要来做它的玻璃的那一块。那玻璃的部分呢，我们一样可以从这个地方再去拉。好 ，M、Ctrl 往上拉，然后可以先从这个地方开始建。然后它的厚度呢是1.5公分，这里有看到1.5公分，所以我们就回到这个地方来 ，pull 往上拉1.5公分。好，然后把它变成一个群组，然后 M 往下拉 ，X 色线往下拉。M 移动，它是在这个平面上面。X 色线取消。好，然后这里把它变成元件，因为等一下一次改哈。然后呢，我们要把它复制上去 ，M、Ctrl。然后因为它是底下要对齐那个平面嘛，所以我们从这里开始往上拉，不是上面哈，所以我们从这个点 Ctrl 点一下往上，点到这个地方。好，然后它是中间有1、2、3三个空格哈，所以我们这边除以3。好 ，X 色线把它关起来，我们就有玻璃，歪掉了。除以3。
后它是透明的，所以我们点进去，把它的颜色改为玻璃材质，镜面的蓝色。好，这样子就完成了我们的玻璃桌的一个制作。然后，如果要让它的这个倒角呢稍微再更圆滑一点呢，我们可以让这边上次有教过的一个叫柔化边缘，让它柔化垢面，然后让它的柔化的程度稍微再加大一点，这样子它的圆角就看起来会比较圆滑一点点。好，我们的玻璃玻璃桌就做完了，一样，请你在我们的样式的地方找到浮水印，把你的浮水印的图加进来。好，这个是零加一，我们一样随便找一个图，当做你的浮水印。好，假设是一样是这张哈，请你把它变成浮水印，盖在你的左下角。好，然后把它绘出来，档案绘出。这是我们第2个作业，这是我们的玻璃桌。好，绘出完之后呢，好，我们的玻璃桌，请你把它上传到我们的创 class 里面。然后这是我们第2个作业。